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做美食的于姐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红薯叶窝窝头的传统做法。过去家里面都很穷，智慧的老一辈人用这种方法养活了多少人。今天呢，就用2种方法分享给大家。一款呢是蓬松暄软，一款呢是软糯香甜。下面请跟我一起来操作吧。其实呢，这2天我们的月饼都还没有做完，因为食材没到。有一个网友呢要求让我给他做一个红薯叶窝窝头，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带着小孙女下来采一点红薯叶。采红薯叶的时候啊，尽量采枝头前面的嫩枝上面的叶子。首先呢，把采回来的红薯叶给它摘一摘，把红薯叶给它掐掉，那个梗呢留掉炒菜吃。上一期呢我们也分享过，这呢把这个嫩叶给它掐掉，像这样带虫的叶子就不要了。摘好的红薯叶给它倒在清水里，给它清洗2遍。洗干净以后，给它放在菜板上，随便给它切几刀，然后呢，再给它剁碎，剁得越碎越好。嫌麻烦的呢，可以用打肉机给它打碎。红薯叶剁碎以后，取一半倒在盆子里，加3克的酵母，然后再加1小勺的白糖，最后呢，再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分次加入干面粉，再次给它搅拌均匀。红薯叶里面尽量多拌一点干面粉，给它拌硬一点，因为红薯叶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，而且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。在我们农村，这个红薯叶啊、红薯梗都称为长寿菜呢。给它拌均匀以后，然后下手开始揉面。面还没有和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感觉面很硬，其实这个时候啊，你千万不要加水，你揉着揉着它就软了。因为红薯叶里面啊还含有很多的水，和这个面呢尽量要和硬一点，不然的话它不会起发哦。面团和好以后，给它放在一边，醒发至2倍大。接下来呢，把剩余的红薯叶给它倒在盆子里，加50克白糖，加适量的面粉，再次给它搅拌均匀。按此方法也给它和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。刚刚呢忘记加糖了，加大约50克的糖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喜欢吃甜一点的呢，可以多加一点，因为这个做的是窝窝头，尽量加甜一点呢，口感会好一点。因为它不是花面的，也不暄软。和这个窝窝头面呢，尽量和软硬适中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面太硬呢，太口弹，有点累牙；太软呢，吃起来感觉就像没熟一样，它粘牙。所以呢，就和这样就可以了。和好了以后，给它放在案子上，给它分成大小均匀的8等份，然后呢，再把每等份给它揉圆。全部都揉好以后，从第1个开始拿，从中间呢给它8个窝，然后呢给它整理一下，一个窝窝头就做好了。全部做好以后，均匀的摆放在笼屉里。这个呢是死面的，也不用醒，也不用发，水开上锅蒸15分钟就可以了。趁着蒸窝窝头的时间，我们把醒发好的面给它倒在案板上，用手给它随便给它整理一下，给它搓成长条。也按同样的方法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8等份，然后呢，按你喜欢的方式把每等份给它揉圆，给它揉成馒头状。整理好以后，然后也均匀的摆放在笼屉里。这一款呢是我们做的发面的红薯叶粑，做好了以后呢，需要醒发一会儿，不然的话呢，它死板板的，不会暄软哦。发面的红薯叶粑做好以后，锅里面的红薯叶窝窝头也已经蒸熟了。打开盖子，先给它出锅，下面呢按同样的方法烧一锅开水，等我们的面醒发的轻飘飘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水开上锅蒸20分钟。趁着蒸馒头的时候呢，我们来调一个料汁。首先呢，把蒜末放在碗里面，然后呢加半勺的生抽，再来少一点的蚝油，再来一点点的陈醋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呢加适量的红油。最后呢，再加一点自制的小磨香油。想看自制小磨香油的详情，点我头像，之前呢也有发布。最后呢，再加一点点的凉白开，我们的料汁就算调好了。料汁调好以后，我们的红薯叶花面粑馍已经也蒸好了。首先呢，拔掉电源，焖个2-3分钟再开盖，以免热馒头遇到冷空气呢会回缩。好了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这一锅发面的也已经蒸熟了。出锅让大家看一下，里面的蜂窝组织非常的丰富，
蓬松暄软，还飘着红薯叶的香味，营养一点都不流失，是非常的好吃哦。这一款呢是红薯叶窝窝头，看起来不怎么好看，吃到嘴里呢是软糯口弹，还有一点甜哦，非常的有嚼劲。蘸了蘸水吃呢更加完美，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我是于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